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Nature 刚刚发了一个通讯，继续痛批 LK99和室温超导，标题是Why superconductor research is in a golden age despite controversy 超导研究的黄金时代，风波迭起，是春潮涌动。其实这个 despite controversy 就是尽管存在争议我给翻译的发挥了。副标题呢是上周的撤稿给寻找室温超导的研究带来了打击，但物理学家对该领域的未来保持乐观。作者是这位叫David Konstovici这个记者可不是文科森他是一名科学记者，长期报道这个物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他拥有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位，2000年从意大利这个米兰大学获得理论物理的博士学位。他曾经在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目前呢是自然的高级记者他在2004年加入 Nature， 主要负责物理学领域的报道。他曾经报道过包括粒子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的这个前沿的进展。那他也撰写过多篇关于超导研究的报道性文章，获得过多个新闻奖项包括2012年美国物理学会的科学写作奖。所以这篇文章反映了他对超导研究领域的专业视角和洞察。当然也可以从这篇文章看出全世界主流超导研究对 LK99的鄙视和不屑我们看正文上周Nature 撤稿最新的室温超导声明，研究人员说他们制造了一种氢、卤和氮组成的材料，在不制冷的情况下可以零电阻导电。这项撤稿随着早些时候在今年社交媒体上爆红的所谓 LK99 超导体声明的垮台而来。那这句话我的翻译是比较温和的原文是这样的，叫 The retraction follows the downfall of an even more brazen claim about supposed superconductor called RK99, which went viral on social media earlier this year。 里边这个brazen claim 我翻译的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考虑到你的立场和屁股如果你是强烈的记的，实际上可以翻译成无耻的声明，露骨的声明。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爱智浏览器上把它翻译成更厚颜无耻的看到了吧？这个所以呢我没有采纳这个微软的翻译我不会完全用机器翻译，因为轻微的词语这个翻译机器是把握不好的，起码现在是这样。所以这个 brazen claim往程度轻的翻译呢，就是岛派的同志吧，可以说是大胆的声明，鲁莽的声明。我这里呢从自己的立场翻译成垮台的，也可以说是令人震惊的。这是我解释的这个翻译内容不是内设正文。我们继续说尽管这些高调声称遭遇挫折，但超导研究人员表示该领域正在经历某种复兴。这不是一个濒死的领域，相反，罗马的萨皮伊扎大学计算预测专家物理学叫 Lilia Bori 说呢，进展部分得益于计算机模拟的新功能，可以预测未发现材料的存在和性质。那许多新闻点集中在超级氢化物上，这是在高压下展示越来越高温度超导的这种负氢材料。被撤稿的 Nature 论文的所谓材料呢，就是这样一种材料，由氢、卤和氮组成。爱荷华州立大学和爱荷华州立大学的 AMS 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保罗·蒂菲尔德说呢，看起来我们真的在边缘上可以找到大量新的超导体。那超导性它起源于固体中的电子结合成的库珀对这使得呢比平时更多的电子能够同步移动材料内部，反过来使电子能够运载电流而不产生这个热损耗在常规的超导体中当电子被材料中的机械波挤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库珀对。库珀对呢就像冲浪者一样骑着波浪直到2000年中期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这种机制只能在极低温下工作高至40开尔文左右。由单个元素组成的超导体全部需要低于10开的这个温度才能展示这种性质。那日本冈山大学的
Jonah Kamichu 啊，他的团队呢，在2001年发现的镁二硼化物呢，是一种常规超导体，将最高温度记录提高到了39开尔文。那超级氢化物的基础啊，是2004年已故的理论物理学家尼尔阿什克洛夫特的预测啊，他预测呢，某些元素的这个氢化物啊。和氢形成的化合物呢，如果压力足够大，迫使氢原子靠得更近，就能够超导比任何其他材料的温度都高。如果加足够的压力，迫使氢原子让它靠得更近。那根据阿什克洛夫特的理论啊，氢原子的接近会增加机械振动的频率，这将使材料呢在保持超导性的同时呢，能够变得更暖啊、更热。但有个问题是呢，这些材料甚至存在需要的压力啊，可能和地球的内核相当。在2015年啊，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物理学家米哈伊尔·埃列梅茨啊，和他的合作者首次就证明了超氢化物，就是硫化氢的超导性。对金刚石针内的微小样品进行高压实验，并测量它的结果取得了突破。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科学家预测该家族中还存在其他几种的超导材料其中一些呢已经被发现了，包括称为包合物的盖基龙状的这种结构。目前任何种类被认为最热的超导体是蓝系超氢化合物中的蓝石氢六，这是一种经证实在高达至少250开尔文的高压下为常规超导体的超级氢化物。那埃梅雷茨这些人还说呢，理论、模拟、材料合成和实验的相互作用对进展是至关重要的。那2000年初模拟能预测某种晶体结构和化学成分的材料是否能够成为超导体，以及它在什么温度下表现出这种性质变得可行。但下一场的重大转变是在那10年后引入的这个算法，不仅能预测材料的性质，还能预测从给定元素的化合物可以形成什么材料。在那之前就缺少一个关键点，首先要了解化合物是否可以形成。这个科学家说，那氢化硫是2015年被发现为超导体，与前一年进行的计算机模拟是一致的。如果就没有快速的结构预测进步这个氢负超导体的发现可能还需要另外一个世纪。那么莫斯科的斯尔科沃科技学院的材料学家、结构预测算法先驱阿尔泰姆·奥加诺夫说呢，他的进化算法特别寻找在给定压力下能量最低，因此呢最有可能形成和保持稳定的这种原子配置。那对于预测高压下材料的这个行为模拟是尤其至关重要的。在高压下原子呢被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它们不仅通过外层电子相互作用，还通过呢更内层的电子推翻了过去教科书上的这些化学教条。比如一个例子就是六氢化锂，它只能在高压下存在，所以任何一般的化学课上都会告诉你，像六氢化锂这样的东西它不可能稳定。纽约州立大学的布法罗分校的计算化学家伊维亚·泽克他告诉我们说，到目前为止在寻找与氢结合的进行超导的最佳元素的时候呢，理论物理学家呢已经尝试了周期表上的大多数元素，他们还开始模拟多于一个元素和氢的组合，这在计算上是更难的，需要超级计算机。看起来呢，最佳的元素似乎是周期表左边的金属像钙、锂和蓝。那奥加诺夫说工作中发现的最佳元素之一被预测是放射性的稀有金属测试这个理论是很困难的，因为非常稀有，其放射性极强。那对于非常规超导体的兴趣也重新浮出水面。那些库珀对不是因为固体中的机械波，而是通过一种未发现的机制形成的。那这些材料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首次发现的铜氧化物的酸化物超导体。在超级氢化物出现之前酸化物超导体是迄今为止最高温度的超导体，它们昂贵却难以处理。但是在技术先进的应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可能对未来的聚变反应堆和粒子加速器显起来更至关重要。但在基本层面上，它们仍然神秘
理解酸化物超导体中复杂的电子行为啊，被理论物理学家视为他们领域的超级难题之一，尽管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2019年啊，发现新的非常规超导体类别，也导致人们对超导重新抱以乐观。这些镍酸盐基于镍而不是铜啊，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高后利及其合作者在今年7月发表的结果证明，两个家族具有相似的行为。理说啊，研究镍酸盐啊，可能帮助研究人员最终阐明酸化物超导体的工作机制。在镍系统中寻找超导性的整个动机之一，是为了在其他材料中建立类酸化物的超导体的努力之一。所以无论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找到在环境条件下工作的超导体，就是压力和温度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你永远不能说绝不，但这样的材料被发现的可能性似乎很小。那么上海高等研究院高压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毛阿光说超级氢化物的突破令人鼓舞。奥加诺夫说呢，我们知道绝对没有任何物理原因解释为什么不能达到室温超导。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埃菲尔德也说呀，他说他真的是现代超导探索的黄金时代。以上是正文内容啊，比较拗口。所以超导啊进入了黄金时代了吗？我们来看看人类研究超导的时间表。1911年观察到了超导性。物理学家卡穆林昂纳斯呢发现，一旦低于3开尔文的这个转变温度，水银的电阻竟会下降到0。随后发现了其他的几种纯金属它们的转变温度都低于10开尔文。那么1957年开始解释超导性，是理论物理学家约翰巴丁、莱昂库珀和约翰罗伯特斯里夫通过现在已知的 BCS 理论来解释超导性。在1986年发现了铜酸盐超导体。两位 IBM 的物理学家格奥尔特、贝德诺尔茨和亚历山大穆勒在同基材料中发现了35开尔文的超导材料，这是第一个无法用 BCS 理论解释的非常规超导体。在随后的几年中发现了许多铜酸盐超导体，其中一些超导温度高达133开尔文。2001年创纪录的温度，邱光纯发现了二硼化镁的超导性，在环境压力下，它的39开尔文的转变温度仍然是传统超导体的最高温度。那2004年超级氢化物有个预测，就是尼尔·阿什克洛夫特，他预测某些富氢材料在高压下应该在非常高的温度下会表现出常规的超导性来。那么2006年铁基超导体的发现，有材料科学家西野秀夫领导的一个团队意外的在一种铁蓝和磷制成的材料中发现了超导性。这种铁基超导体通过一种独特但仍然知之甚少的机制在工作。2015年就是超级氢化物成功。米哈伊尔·埃雷梅茨和他的同事在硫化氢中发现了250开尔文超导的证据。那这种超氢化物的超导体和其他的超氢化物超导体至少需要100万个大气压的压力。那2019年呢发现的镍酸盐超导体，物理学家 Howland 和他的同事发现了一类镍基非常规超导体。那现在到了 LK99 的时代了吗？按照超导主流的研究界或者主流科技媒体，就是刚刚介绍的这篇Nature 文章的说法，厚颜无耻的 LK99 研究已经结束了，这还没开始呢就结束了。哎呀，让我想起了这个张信哲的那首高难度的如泣如诉的情歌，从开始到现在。如果这是最后的结局，为何我还忘不了你？时间改变了我们，告别了单纯。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失去才算是永恒。
惩罚我的认真，是我太过天真。我们是不是太天真了？关于这首歌啊，你知道它是哪国的吗？我觉得你一定不知道啊。这首歌实际上是韩国的，是韩剧《冬日恋歌》的主题曲，作者就是李石培啊，不是啊，是吴锡俊啊，一位韩国的作曲家。张信哲所在的机构啊，就是索尼音乐啊，他购买了这个版权，并填词重新创作，才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检验你会不会唱情歌的这种磨刀石的歌曲。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如果你的音域和表达不足以应付这首歌，那好吧，你唱情歌是没入门。就是我从来都唱不完这首歌，总唱不上去。所以你说巧不巧，又是一个中韩之间的故事。全世界好像都在无视这个事儿。现在你看，已经在 Nature 被命名为厚颜无耻啊，这个 LK99 史文超导研究风潮，看起来只有中韩民间在支持。我们是不是孤独的逆行者呀？你头天宿醉是吧？第二天是懵懂上路，发现全路上的人哇，他都在逆行，你赶紧给太太打电话，喂喂，他们都在逆行啊，他们都疯了。说到这儿呢，我的底气是越来越不足了。那就是那些所谓的主流超导学界的人，是不是都是傻的？他们才是逆行者，而我们在等待自己的论文发布，宣布我们没有违章。也许我们是在高架桥上，和地面的规则不同，这个事儿谁知道呢？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些玄幻小说的桥段啊，灵气也没有恢复之前是吧？这个强者们都是以武强身啊，什么练骨练皮，就是练不出气感来，就跟现在的迪亚兹们啊，动辄是几个 G 帕的压力，在金刚石的砧板下呢，试图压出气感来。但是一旦灵气恢复，寻常人轻松就能练出气感。所谓向来枉费推一力，是今日中流自在行。超导算什么呀，是吧？我们小卖店老板也能轻松的用猪毛枪给你烧出来。所以 LK99 啊，好比就是灵气恢复。但是最先发现灵气恢复的 LK99 兄弟啊，他未必能登上这个武林至尊，因为还有其他的资质好的修炼者呀。或者是呢，那些练武强身到顶点后无法继续升级的，突然灵气来了，那人家修炼恐怕是一日千里。所以现在啊，就是这些练武强身的这个传统超导界，人家不认为有气儿，气感那是伪科学，好吧？所以呢，你只能先入机，然后教训几个顶级的传统的武者，就是那些院士们，世界才可能完全不同。我这是不是又做白日梦了？又跳到玄幻小说的频道了？好吧，今天就不玩活了啊。好的，这里是宋说新语，一个科普的小频道。目前我们的字幕呢有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德语、日语、韩语、俄语、印尼语和印地语。那我的观众后台显示60%的是中文观众，其他是英语、德语、韩语和日语以及其他地区的观众。虽然观看量不大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发言，特别是那些非中文地区的观众，你们可以谈谈你们的看法。我主要是对我的字幕不太有信心。我知道大多数能看懂，但肯定有不少翻译错误的地方，希望你们能及时指出来，我好下一次避免错误。好的，再次感谢，再见。